好吧，刚刚讲韩国瑜说赖清德叫韩国瑜替沈伯洋讲话，韩国瑜说啊你自己生病了，让别人吃药，哦，意思说赖清德生病要我韩国瑜吃药啊，哦，沈伯洋生病要我韩国瑜吃药，是这个意思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他又讲说台湾有4个角了，桌子有4个角，哦，3个角现在都断了，哦，只有这个台海这个哦，民进党坚持的。那另外呢，卓荣泰也说骂我骂你哦，说这个郑丽文也好哦，然后呢，这个沈伯洋也好，你都不管啊，国会议长都不管这事情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呢，韩国瑜是站在加害者立场，就是站在中共立场，其实韩国瑜也没有站在中共立场啊。那另外呢，萧美琴也挺沈伯洋，说台湾人政治勇敢，不会退缩，不会沉默，我们支持沈伯洋到底啊。昨天曹庆成不是要沈伯洋选台北市长吗？这个建议太好了哦，这个建议哈，就是一定很热闹，很好看啊。沈伯洋说，我现在就在德国为言论自由发声哦，大陆通缉我又怎样？德国也没把我抓起来啊。那另外呢，林佳龙说，第一个呢是为什么通缉他？第二个呢，是不是和当地国的刑法？所以他说沈伯洋是很安全的啊。谢志伟是每次不伦不类讲这，说呢韩国瑜说台湾是武大郎，台湾怎么变成武大郎呢？台湾怎么变成武大郎？你们就觉得愿意变成武大郎吗？台湾是武大郎，那国民党跟共产党是潘金莲跟西门庆，沈伯洋是武松，沈伯洋我也看不他像个武松，黑熊学院也不像个武松哦，台湾也绝对不是武大郎，台湾怎么是武大郎呢？哦，反正乱比喻一通啊、哦。那另外呢，这个。韩国瑜说呢，这个他现在年纪慢慢也大了哦，就像老牛哦，老牛呢自知夕阳晚哦，然后呢这个要努力的耕种哦，不怕不需要你打鞭子，不要你扬鞭来打我哦，所以呢这个他用这个来自勉，然后同时跟赖清德说，我自己知道了，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了。我们看一下。中共日前透过官媒表示，将以涉犯分裂国家罪立案侦办民进党立委沈伯洋，并扬言不排除透过司法互助全球抓捕。对此，沈伯洋12号现身位于德国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出席独裁国家假资讯对民主与人权的威胁听证会，而他是以台湾立委的身份来出席，并强调他是为自由民主作证。我知道呢，中国现在对我准备展开追缉，一直说我不能够出国，然后呢出国就会被逮捕，但大家看到。现在呢，我就在德国的国会的门口。我现在呢，即将以台湾立法委员的身份进去作证，为自由、为民主来作证。中国一直以来呢，想要用恐吓的方式，想要让台湾人沉默。那我要告诉大家，作为勇敢的台湾人，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退缩。在这边呢，我最主要呢，不是只是在捍卫我们国家的民主而已，我们是为全世界的自由民主而战。我进去之后呢，要让他们知道，也要让中国知道 ，This is Taiwan, this is freedom, and we will never back down。总统日前更喊话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率跨党派立委声援沈伯洋。赖清德总统点这个名，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真的是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回呛赖总统因为被点名要站出来声援被对岸立案调查的民进党立委沈伯洋。赖清德总统本身兼民进党党主席，党政军情所有的权力一把抓，这4只脚。赖总统跟民进党打断了3只脚，你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放在这里，如何保护中华民国？你去今年1整年发动大罢免，你如何保护好台湾民主自由？要赖总统先废台独党纲，明枪案件，韩国瑜似乎都用一遍。来蓝轩。我觉得这个，当然，我觉得谢志伟那个比喻什么西门庆跟那个潘金莲，我觉得他最主要是要讲。我觉得我最气他把台湾比成武大郎，台湾怎么是武大郎？对，但我要讲的是说呢，台湾至少像个武松嘛。他觉得沈伯洋像武松打虎，救台湾，他带是这个意思。台湾是武大郎，沈伯洋是武松。莫名其妙嘛，但我想还有暗示的是所谓暗通款曲，但我要讲的是说，我认为有关于沈伯洋这个事情，还包括了这个什么八囧啦，这个闽南啦，我都觉得其实共产党跟民进党，我都觉得他们在唱双簧，你知道
不是你知道说民进党非常的反中，非常仇中，你会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他这边喊了一声，然后民进党马上就起来，这个拿这个东西去要求这个在野党，要求这个韩国瑜去给回应。就是某个程度，我要先讲，就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他还是不够了解台湾的民意啊。就你呢，对沈伯洋发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全球的通气，然后你对于这个什么巴炯跟这个闽南郎说这个要这个悬赏，其实你都只是第一个增加他的流量，第二个增加他的一个政治筹码。这个对于民进党来说，对于挺台独的人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是给他更添光彩。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然就回到说呢，他这样讲，那民进党马上就是见猎心起，拿来这边去操作嘛啊。坦白讲，我觉得操作真的，我觉得不管是赖清德先去点名了这个韩国瑜，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个卓荣泰还马上的这个就加码，还加菜，加了2碟菜啊。卓荣泰很莫名其妙，他先前还说要递橄榄枝，我觉得今天那个风传媒的标题写得非常好，他在橄榄园里面呢吹起斗争号角。他这个叫做递橄榄枝吗？你才不过讲了1、2次就包括说你NCC 重新提名，然后呢，你也没有要求这个在野党推荐，你马上受挫了之后，马上就开始翻脸了，重新再来这个战斗模式。那我觉得对于包括韩国就是赖清德对韩国瑜也是一样，就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说，坦白说了我觉得其实。他的整个说法，我都不认为说，沈伯洋这件站在中国大陆要去全球追杀沈伯洋来说，我们是应该需要去声援他。但站在沈伯洋的言论内容来说，我其实不赞成啊，我不赞成。为什么要去声援他？就你回过头去讲，沈伯洋是不分区立委的第1名，你为什么不去检讨民进党的政策？今天如果说这个沈伯洋他不是去 follow 民进党的政策，他会这样子去做吗？他会去找个黑熊学院吗？就是说实在话，其实真正中国大陆他可能想要通气的，他不能通气的可能是赖清德嘛，所以我们要回过头去讲说，到底真的两岸关系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出现这种非常诡异的状况？看起来的话呢，这个不是民共之间激烈斗争，但民共之间好像又暗通款曲。我觉得这就是民进党本身到现在为止还是拿这个东西来去操作台湾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为最主要的内容嘛。那否则的话有什么好去谈他的呢？那老共这样子要通缉闽南郎啦、巴炯啦、沈伯洋发布国际通缉，民进党会觉得捡到枪了，哇！选举老共又帮民进党。我不是不会这样觉得啦，我会觉得说。中国在现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是觉得蛮莫名其妙的。第一个是，当然他做出这样的行动，其实只会让台湾人对于中共更加厌恶而已。那当然，先撇开说大家对于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面，不管你认不认同闽南郎、巴炯，亦或是沈伯洋的这些言论，我想任何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民，只要被莫名其妙的被中共来这样子全方位的通缉，然后甚至还悬赏，我认为全台湾的国人都应该要同声谴责那再来就是说，那为什么大家会蛮关心这个韩国瑜院长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表态我想作为一个国家的国会那它代表是台湾的最高民意机关，那我们的国人今天不管是我们的立委或是巴炯闽南郎，他们就是一般的国民。那任何人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除了总统、各部会首长之外，我想立法院院长出来声援，这也是有其必要性，而且这也是很肯定的分量嘛。因为包含在立法院里面，各党各派对于这个事情就是要谴责中国嘛。那你说现在拿去讲说，那这个赖清德怎么好像把责任丢给立法院？我是觉得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因为实际上包含这几天啦，就在整个消息出来之后，包含像国安单位，然后以及相关的这个外交系统，因为沈伯洋后来就是这几天在德国参加会议嘛，那所以其实相关的国安单位呢，也都是紧密的在了解相关的情资跟情搜啦，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体系上面还是有动起来。那你要讲说全台湾各个党派大家展现这样的立场，我想是一致的，在这个时候再去分蓝绿，再分不同党派，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其实对于中国大陆官方去发布说通缉这个闽南郎还有这个巴炯，其实我已经都快要忘记这2个人了那我要讲了，就说其实我想，只要不是你在对岸什么杀人放火犯了什么重案子因为我认为中国大陆其实是没有权利去恣意的去抓捕或是通缉就是这个我国任何一个公民啦。那我相信在国际上这也是不被允许的好，撇开这个不讲我也同意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做这件事其实挺无聊的，因为呢，这个巴炯闽南郎，我不知道宏威啦，我自己在这罢免过程当中，我对他们印象都是非常模糊的。我只觉得就是
吵吵闹闹这件事情就是结束掉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他是帮助我们大罢免大失败的关键人物。关键人物对。那但是呢，我要讲说，其实我看大家都在讲，每一个人都跳出来讲说，哎，尤其是民进党一直说要支持沈伯洋，支持沈伯洋，可是我发现大家都出一张嘴啊。你看，光讲到我们都知道嘛，这个两岸也好啊，就主政的是谁？就是赖清德总统啊，他在他的手上有这么多的行政资源跟权力，包括外交部啦、陆委会啦、海基会啦等等很多很多，但完全没想到这个部门，他一想到第一个韩国瑜，想到立法院，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哦。但是我觉得韩国瑜有在讲，大家都不听。韩国瑜有说，他一出来，他第一时间他有跳出来讲，对于这些立法委员，我们在院内不管是我们的质询啊，我们的人身啦、安全各方面，当然身为一个院长，他一定要保护，一定要捍卫。他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他同时也点出问题点来哦，关于就是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这个最重要的这4个角，其实它是有道理在里面，大家其实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哦。那他讲出来每一个点，我觉得都是非常语重心长的。那结果大家都说韩国瑜都不说，韩国瑜都不出来表态，他已经讲这么清楚了，但是当他讲说你们都不听，那这有什么办法呢？哦，那所以我在讲到那个谁啊？沈伯洋现在不是说在德国嘛？哈，我们要知道，其实沈伯洋他是学法的，他其实很清楚哦。现在他们不是放话说要叫国际刑警组织说要抓他吗？哈，然后他就一副就是说我个人事小，民主事大。我是觉得这有点演很大，因为他一定很清楚，国际刑警组织它本身没有这个抓人的权利，那它的作用其实在协调各国执法的机构，告诉他们说啊，我们可能要这个发布红色通缉令了哦。那在收到的那个国家，就是这个人假如一直跑，收到的那个国家，那他可能有这个执行的权利，可是呢，也必须是这个所谓的被通缉这个人要犯的这个法，在这个国家他们也是觉得存在的，而且是承认的。所以沈伯洋他是非常清楚说，其实不会有这件事情，所以他去德国也没那么壮烈啦。梁军刚刚自己都讲嘛，我们驻外人员啦，我们的这些外管人员什么的，其实随时在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演很大。我们在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换个角度，譬如说沈伯洋不是因为他的立委的身份而被大陆的重庆的公安局立案调查，台湾立委113个，包括王宏威，为什么都没有事？民进党大部分立委也都没有事，为什么是沈伯洋？他不是因为立委的身份。第二个就是说，刚讲得很好，就是他是不分区立委的第1名。是你们不分区立委摆在第1名的，摆在那个排头兵的，那个是你民进党的价值。换句话说，沈伯洋今天代表的是民进党的价值。那你今天赖清德有没有能力在两岸还有陆委会跟国台办等等这些沟通机制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陆委会什么都不能做。今天同样的就是赖清德政府什么都不能做，你第一个竟然会想到的是韩国瑜，觉得韩国瑜出来呢帮你贴个狗皮膏药，讲2句话你就交代过去了嘛，一点用都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要在乎的就是说，它实质上面呢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些的追溯，如果说呢，如果真的认真的在追究你的时候，就像是我们的那些资通网军，那资通网军呢，那个名号当然不比沈伯洋，当然不比闽南郎889，他们这些好歹你都还叫得出名号，那些资通电军你一个都叫不出来。可是你知道，当他们退伍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呢被大陆呢查出身份锁定了之后，他连贷款都没有办法。然后呢，接下去你就看到王定宇还要出来帮他们喊冤，就是说他们到我们的自己的台湾的公家的行库，你要办贷款都贷不下来。你会觉得说我们自己的银行都不能给他，我就是这么现实。台湾所有的银行，我简单讲，台湾所有的银行对外的通路都经过香港。香港在2019年，当美国在制裁香港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香港的前任的总督林郑月娥？前任的特首林郑月娥呢，在当时曾经讲过，林郑月娥说：“我现在领薪水都领现金。”媒体很好说：“你为什么领现金呢？”他说：“因为被美国制裁了之后，我所有的金融体系呢，跟我呢都隔绝，我连信用卡都不能用，我只能够用现金付款，它非同小可。”这个叫做沈伯洋的，包括他现在呢，在柏林参加的活动，那个柏林的那个活动跟蔡英文的那活动，那个呢是索罗斯基金会支持的。索罗斯基金会呢，就是呢当初呢美国民主基金会
拨钱给沈伯洋的这几个基金会的协会的白手套。这些呢，其实都是在搞颜色革命的外围团体。你今天呢，在柏林，你在谈的是民主，就自由柏林，谈民主多好。可是呢，从中国大陆看的角度呢，是觉得你柏林，你德国莫名其妙。你德国是一个分裂国家，你知道你分裂国家的痛苦。你当初分裂的时候，今天你柏林围墙倒了，中国给你拍拍手，看着你统一很高兴。但是你今天呢，你谈柏林的自由的时候呢，你谈的是民主，你忘了你分裂的痛苦吗？中国现在正在分裂的痛苦。沈伯洋他是一个 symbol， 闽南郎889，我觉得大家只要在乎他，像这样的两个人，在之前的大罢免、小罢免，在为你们奔走呼号的时候，他是在强化自己的纳粹的图像的。我也没看到你民进党讲话啊。过去台湾的许多人，我举例，譬如说台湾有许多的企业家呢，被美国点名去美国坐牢的，你们有没有讲过一句话？一个都没有吧？许多呢，台湾只要呢被抓了之后，你几乎都安静。孟晚舟呢被加拿大抓的时候，你会去指责孟晚舟不可以吗？不会。其实台湾经常呢在那种非常扁狭的视角，把所有的这些跟政治其实表面上来没有这么相关的事情，都努力的把它政治化。你政治化多了之后，即使今天沈伯洋被点名，你会发现没有人理你。刚才讲林郑月娥，突然想起来了。因为香港特首薪水是很高的，是啊，香港的官员薪水是很高的。他没有后来讲，他们都是现款，家里都是现金。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都是只能用现金了。现在再回来。王世坚现在到处点鸳鸯谱哈。因为他自己不选，他倒是希望别人选啊。他现在又说郑丽君应该去选，足以抗衡蒋万安，胜率有50%。因为他之前说不能啊，蒋万安95%会连任啊，哦，那5%怎么选呢？啊，现在又说呢有50%，你去你会赢，但是我不去啊。那说呢，郑丽君是足以匹敌，吴怡农当不服气了，什么意思啊？他可以匹敌，我不能匹敌啊。民调啊，找到最强人选啊，哦。那另外呢，这个蓝营攻沈伯洋、王一川组川博连线，你真不叫川博吗？现在两个川博，一个川博连线啊？为什么一个在台北市，一个在桃园市选啊？那民进党党团说呢，不要急，我们会挑出最适合的人选啊。那另外呢，这个王一川说台北市政府图利啊。那为什么就是那个 T17、T18啊，就是辉达要去设厂的这个地方了？哦，他说你什么先卖给他，又收回来，然后再卖给他等等哈，卖来卖去啊。游淑慧就说你是眼红找茬嘛？当时行政院给他找地啊，你为什么不骂行政院啊？难道呢这样的人可以选桃园市长吗？啊，淑慧这样问啊。那另外呢，吴思瑶说辉达留在台北市是好的啊，不分党派，大家都希望辉达留在北市科啊。所以跟王一川又不一样了，不过当然王一川要选桃园，不是选台北了哈。那另外呢，王一川说台北市政府解约有没有图利啊？啊，那网友也说啊，真的要把蒋万安跟黄仁勋给他抓起来啊，这样把他们抓起来关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张善政最恐惧的人是王一川吗？他说要把旅客困在桃园机场哦，所以到底讲什么？桃园的愿景，把旅客困在桃园机场周边。才是桃园市长该做的事。怎么桃园市政府努力把人送到台北？意思就是说，干嘛下了飞机叫到台北，就干脆把他留在桃园市，在桃园市消费，在桃园市这个生活，桃园市就发财了嘛？哦，那问题是，你把他困在台北，困在桃园机场，他就能够困住你桃园有什么来吸引他比较重要嘛？我们不讲空话吗？哦，那新竹也会讲啊，干嘛留在桃园？到我们新竹来好了啊。黄国昌。说呢，他们自己做的内部民调，他跟如果说蓝白推这个李四川赢苏巧慧，如果蓝白都支持这个黄国昌，他赢苏巧慧，但是呢，如果沙卡都苏巧慧就赢了啊，收渔人之利。但是呢，黄国昌说李四川赢的苏巧慧比他多啊，李四川赢蛮多的了哈。那另外呢，如果到时候蓝白是不一定和，黄国昌承诺。如果都有一个公平的机制，哦，愿赌服输嘛，我也不会输了就闹哦。但是呢，我输李四川，民调虽然我输李四川，但输的也不多了，大家可以拼一拼了。
其实我认为只要有个公平机制，反正愿赌服输嘛。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新闻来。郑丽君副院长足以来抗衡蒋万安市长，我认为郑丽君的胜率50%。民进党立委汪世坚这一次看好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代表民进党参选2026台北市长，并从学经历一一检视是好选项。我8个字形容郑丽君：才貌双全，学养俱佳。郑丽君副院长跟包括卓荣泰院长，他们2个来参选，马上那个胜率提高10倍。认为以大咖政务官思考人选，才能在民进党艰困选区台北市打出漂亮一仗。因为过去郑丽君也被点名过，但从未参选，或许这一次是个好机会。以争取对等关税再调降，不叠加原税率。遇上美国关税来袭，郑丽君坐上谈判桌，这场高难度战役还没画下句点，但传出被党内立拱有新鲜感。不过民进党内同事来势汹汹，唯一到党中央交表的吴怡农，绿营内外出现不少杂音。我公开邀请所有有志向的人跟我一样尽早表态，宣布争取，让我们公平竞争，透过民调的方式找到我们最强的候选人。喊话有意参选的赶紧表态，吴怡农仍旧照着自己步调，但怎么对党及个人加分是难题。这个人选必须要全国能够接受，不光是台北市能够接受，要全国能够接受，不能说排斥吴怡农，但是我们也不是说非得吴怡农不可，那这个都还在真心。但谁来当北市长的领头羊，还是赖主席说的才算数。来，洪薇，我先讲一下那个赖清德校正韩国瑜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认为韩国瑜回得非常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今天赖清德去校正韩国瑜，是不是真的把他当成2028的假想敌之一了？不然的话，你这个事情，你如果真的要声援沈伯洋啊，你总统之尊，你要开一个国际记者会，你要对国际宣扬嘛？那为什么跑到里面又要去找那个韩国瑜啊？就是政治操作、政治口水。但是呢，韩国瑜回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说：“你现在总统，你也是主席，你要不要去废除你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因为你要维护中华民国。”捍卫中华民国，那你要不要嘛？结果赖清德躲起来了。赖清德这一整天也不讲话了。你应该要回应啊！这个有时候高手过招，当你要去点名人家的时候，那人家把这个战场拉到你的这个台独党纲，你却又不敢回。那至于就台北市啊，现在民进党点名了一大堆。我刚才看到吴怡农，我觉得他有点，因为虽然我在上次补选的时候啊，我曾经跟他对垒，可是我觉得至少他是最早表态嘛。而且老蒋他是那个这个开大门走大路，他去送交了一个就是要参选的意愿书啊，不就应该这样吗？啊，那本来你民进党现在就说你非执政选区你要用提名的方式，那但是当吴怡农提出说，今天我有意愿，是不是应该还办初选呢？我不晓得为什么民进党中央到现在呢，就是放任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放话。现在可以选台北市长的，哇，我觉得人变得好多，已经有半打之多了吧？那到时候你到底要怎么样的提名？那当然是民进党的内部的这个他们的家务事。那另外王一川呢很有意思哦。王一川你有时候看他疯疯癫癫的，他当过台中市的交通局局长他也是有，他不是没有专业的。但是你今天，比如说你其实因为桃园机场在桃园，那当然呢，他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说不要大家到了桃园机场了怎么旅客呢然后就分别到台北啦，到台中就不留在桃园，所以应该就留在桃园消费应该留在桃园观光可是你今天讲说应该把他困在桃园机场，那吓死了！你今天是怎么样？是恐怖分子吗？要把人家困在桃园机场？所以刚刚不是说哪一个名嘴讲说你比凤华台风还可怕，人家台风还不会把那个什么这些旅客困在机场里面，你还要把他困在机场里面，所以他可能其实他声量已经够高了。然后他最近又开始在讲，就是大家现在把辉达留在台北市，我想这个亮君议员，包含民进党的议员也通通支持支持要把辉达留下来，然后是否应该跟新秀解约，才能够让他成功的留下来。结果他说你这个涉及图利
你这涉及土里，我看民进党都很难救援嘛，这样的人怎么能救援呢？所以我觉得桃园市民也蛮可怜的哈。我们至少台北啊，有好多这个民进党的精英啊，好像反正他们能够出牌的人就一直不停的出牌。那桃园现在横竖就是一个何志伟，一个王义川，那然后现在我们都很欢迎啊。然后我们台北现在又跑出来曹新成说啊，来这个推荐沈伯洋，结果呢，我们国民党一堆的民代呀，一堆政治人物都是无条件支持沈伯洋啊，所以就说这一局就说我觉得不管台北跟桃园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都会区。那对台北来讲或桃园来讲，我们都是连任者，而且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政绩。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啊，就是有关新北黄国昌，他特别提到有关民调的问题。那我觉得至少黄国昌他好几次讲到，就是说他的最高的目标不是他自己当选，而是不能让民进党当选。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可以大家协调整合的空间。那现在民进党不管他的初选杀成什么样的刀刀见骨啊，杀成什么样的刀光剑影。但是他们就是在农历年之前，那而我们来讲，其实我们现在起步真的比较晚，而且还有蓝白要整合的问题，所以看起来我们也要去设定一个时间点，因为时间拖越晚去谈整合，其实越不利。继续再回来。苏澳这是花莲光复变成宜兰苏澳，上千户泡在水里面。基隆说变成第二个光复乡了，怎么回事啊？说因为呢，说那个分洪有个缺口了那总统泰说4年要纳入4年1000亿河川工程计划，把这个苏澳的分洪这个放在里面其实早就该做了那国民党委员说，应该比照南部给灾害补助，不应该因为这个宜兰说是林之妙执政就不给补助那另外呢，媒体也说苏澳分洪到喊了15年，说陈金德不如陈定南陈定南还淹在水里面。陈金德呢当了2届立委，一年代理县长，1年半的工程会主委，他为宜兰故乡治水到底做了什么是联合报问那另外呢，花莲明利村又淹水了，村长就说中央多次提醒相关单位，为什么还都没作为？村民怒说这不是人祸，什么才是人祸那另外呢，这个马太安溪堤防缺口，水淹万荣，因为堤防有缺口，水利署长说是我们的疏忽所以署长呢鞠躬向村长鞠躬致歉那另外呢，这个堤防不亮是人祸，经济部又发5点声明澄清，说呢这个地方本来就没堤防，所以并不是我们不做堤防，也不是什么不补，因为本来就没有那另外呢，这个看到署长水署长向小村长鞠躬说呢到底是谁的错那另外呢，国军有个2栖突击车去把2个车子给撞坏了，你在水里面，所以顾立雄说不会让这个驾驶的这个突击车的这个官兵扛责任那他们说一个呢，卓荣泰说顾立雄赔1台，我赔1台，其实国家有制度遇到什么事情保险什么，干嘛你们个人赔我觉得是没有必要那另外呢，又新生一个盐塞湖的啦，说可能又溢流了，所以光复乡下午就停班停课了那另外呢，这个大水再冲明利村居民说，不是说已经河川改道了，怎么又冲进来，改道又回来了？看一下。凤凰台风重创宜兰，前一天五节乡电线杆被淹一半，马路农田完全被淹没，变成汪洋一片，灾情惨重，让国民党立委吴宗宪痛批中央对宜兰根本是差别待遇，不要差别对待要比照之前台南淹水时候的灾情。赖清德多次率部会首长前往勘灾，并且主动提供补助。宜兰的这个居民到现在为止，好像我们也没有看到政府有什么实际的作为出来。其他县市有的，我们宜兰也要
要有。只是国军出动 AV727突击车救灾，却意外碾坏宜兰2辆名车。对此，行政部长周荣泰前一天表示，跟顾部长一人赔1辆都没问题。殡仪馆在前天晚上也成功救出12个人，不会让这些官兵承担任何的责任，也结合相关的单位去对这些受损的车辆做适当的一个补偿或赔偿。但花莲马滩安溪溪水暴涨，导致万荣乡民立村大淹水，村长林万成就痛批，早就跟水利署提出要保护堤防尾端的破口，但跟纪连成将军跟中央反映过去都没有任何动作。人祸啊，就是应该预防而没有预防，就是人祸。那我就想问啊，水利署长道歉，请问一下，管水利署的经济部长，你要不要出来负责？那管经济部的卓荣泰，你不用出来讲几句话吗？河床高跟堤防都一样高的，那任何地方都会溢出去。水利署那么也表示切力，那一直到昨天晚上已经加速把它完工了。台风再度重创宜花，相关责任、赔偿、补贴，谁能负责，恐怕才是灾民最在乎的。因为曾经的现在是这个行政院工程会主委，非常重要的啊，很多重大的工程等都要经过行政院工程会的啊。曾宇，其实你可以看到哦，就是这一整年下来，不管大大小小的台风哦，我们必须说，民进党政府的韧性真的是太差了哦。大家可以看到，从上一次的丹纳斯台风哦，大小风灾、水灾，一直到现在的凤凰台风，我帮大家细数一下，有几个县市已经遭到这个极端气候下的影响，但是政府不管是中央到地方，似乎他们的联动作为几乎是零啊！大家想一想看，台南还记不记得我们需要长辈自己爬到屋顶上面自己去盖屋顶，然后我们的嘉义也是坍塌的很可怕，再来花莲更别说全台的产值超人，甚至有来自各国的产值超人来帮忙花莲光复。接下来宜兰，其实让我最难过的是这大大小小的风灾，大家看一看宜兰这2天让我最触目惊心的是什么？我们台湾的护理师、护理人员竟然在竹筏上面，因为那个淹水的过程当中，他不得不要回去医院，要救护我们台湾医疗的第一线。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基层每一个市井小民，大家都兢兢业业的守护每一个人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呢，你们的联动还是要再分党派之差吗？所以我还是要在这边呼吁韧性台湾，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去看。不要再去分党派，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极端气候，人不一定能胜天。但是如果今天天灾不会再加以人祸的加成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大家合作连成的话，是不是可以预防更多的事情不要这样发生？这是让人家非常难过的事情哦。你可以看，从南到北，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满目疮痍的。如果我们在今天再来一个台风呢？如果还没有修复好的家园呢？再来一个呢？中央跟地方还要持续的这样子的对峙吗？所以我刚刚非常认同吴宗宪委员说的不要有差别待遇啊，该有的我们的紧急应变金应该就去协助，就该协助了吧？不然我说真的，整个宜兰的平原，现在目前所有的耕作怎么办呢？你淹水淹的这样的状况，后续的救助到底是谁要来处理呢？所以中央跟地方不要再分。我想现在在这个苏澳这边这次淹大水确实非常严重哦。那其实在这个不管是从先前在台南、嘉义、高雄、屏东到花莲每个地方的这个风灾的灾情如果遇到相关的状况，我想中央都会尽可能来协助地方那再来就是刚刚大家一直讲说，到底会不会有补助？我认为现在当然中央也一定也在研议当中啦，并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差别待遇。因为你说，是不是独后这个自家县市？那花莲也不是民进党执政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尽可能的包含这些全新的家电等等的，让这些灾民能够重回正常的生活。那但是刚刚大家所提到的，到底这一次这个苏澳的这个淹水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发生那我认为这确实在整个防洪系统上面，现在面临整个全球的极端气候，真的是要提高这所谓的这个包含防洪年限，然后或者是防洪的高度，还有雨量，其实都应该要来去配合做调整。那花莲这个我看到这个民立村我认为因为它这一次的这个水流其实在那个地方确实是没有堤防的。
好，那我想之前村长就已经警示了，那到底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的，不管是暂时性的用这个临时性的堤防也好，或者是这个土堆也好，来做一个临时性的堤防？我认为这在当时是怎么样判断的？我觉得中央在这个部分也有必要做说明了。那当然，现在救灾第一，然后让居民重回这个正常的生活，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是后续怎么样在极端气候下面面临这一些防洪的建设，赶快的来去做相关的因应哦，这是未来我们必须要警惕的。风跟雨跟地震，台湾逃不掉的。那如果你像好，譬如全台湾了，从地形地貌来看，其实最容易受灾的地方应该是在台北市。可是台北市因为人口很密集，投入了大量资源，上游呢盖水库，下面呢建堤防，所以台北市在大部分时候碰到风雨的时候没事。其实台北市民每次台风在那边抢这个抢那个都抢假的，就店员都会觉得很急，你抢这种，明天我们也还是会开门啊，是 7-Eleven 台风照样开啊，你干嘛抢呢？就抢好玩的而已。可是呢，这个对于像是花东啊等等这些地方，世纪末的心态，对，就好玩，就是你就发现了一定要把货架都扫空了，才证明呢台风来了我有存在感。好，但是呢，对于像是花东或者南部这些地区来讲，我觉得当你生活在台湾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所有学水利的人，譬如说刚刚讲到的这个工程委员会，或者过去的这水资会，他们的长时间统计就是在都会区里面，在主要的六都里面，你花1块钱可以保护18个人。可是呢，在偏乡地区，你花18块保护1个人，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不会把大量的资金投资在这个地方，而且投也投不完。所以呢，防灾意识，有灾难来的时候的灾防意识，以及呢灾害发生了之后的救援的速度，远比你去讨论为什么会发生灾害有意义。灾害一定会。台风这次台风已经够客气了，他到门口还给你呢拐个弯，没有打方向灯就往巴士海峡就出去了，然后呢强度呢就降下来了，否则灾情呢可能呢会更惨重。所以我觉得台湾呢动不动呢就把这些问题呢变成是地方的政治问题，你对我不好，你不在乎我，那个讨论其实是多余的。我觉得就是灾害来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来，所有的在这个地方的居民的防灾意识，你是一定要该疏散、该配合的、该做警觉的，你一定要做。灾难发生的时候呢，救援的动作要快，不要拖延，否则就是找挨骂而已。这是57年以来第一个在11月来的台风，对，登陆的台风啊。那基本上了啊，就是说原来讲的很可怕，中台的上限呢可能变成强台啊等等啊，其实还不幸中之大幸了。对啊，后来登了陆以后就变成热带气旋了啊，所以呢基本上比原来想象的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还是造成一些灾，反正有灾就是救嘛，该补助就补助嘛，该这个设施应该补强的就补强，就是这样。我们在水利上花很多钱，你们知道吗？你把历史加起来，几千亿上兆的钱都在里面了哈，都在里面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普发1万他很兴奋民进党呢粉专去秀图卡，说搞清楚是行政院发的不是立法院发的。废话，当然是行政院发，立法院是通过，在执行当然行政院执行嘛那他们就担心说，大家是不是也说蓝白绿反比多数是蓝白的功劳那另外呢，这个民主党就呛绿营说，你现在当全民都失忆现在你要收割了，你就很用力，当时不是你反对吗？还说什么？还有人讲是老共来，故意要削弱国家的实力那到底说老共要穷台，要卖台这叫毁宪乱政。所以呢，这个民进党的党团也在热舞还热舞，还都打扮起来，说呢有340，因为现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以后有一个公式，所以有345亿现在分配不出去，所以呢他们说要给全民给大家那另外呢，怎么给法？财政部长说呢，要水平分配，重新规划那另外说，财政部已经开过4次会那这个民进党委员就说呢，345亿我们是我们发的，
好，我们你来印会做人情，对不对？发1万，我们不会，对不对？说我们预备坐月子，政府就给你10万，年金国民年金提到8000块，劳退自提政府加送1%，哎，你交几%，我再1%给你，我有345，让你做人情，我不会做吗？我们看一下。普发现金1万入账，不晓得观众朋友你领到了吗？那么看准呢，大家领到就红包笑嘻嘻。现在民进党打算再推345亿的福利法案。那么要推这个法案之前呢，他们认为他们算是立院的少数，所以现在干脆找来舞蹈老师大跳福利舞，希望可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包括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就钟嘉宾，还有民进党的女立委们呢，是排成一排大跳这福利舞，那么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跟共鸣。不过呢，讲到这个福利舞听起来呢，听久了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国防部长顾立雄。那么呢，这个钟嘉宾也强调了，有机会要找他来跳。这个要请那个顾立雄来跳一下，好，就跳 rap 版的啊。顾立雄哈，因为那个我们顾立雄部长啊，他负责国防哈，他要知道啊，我们国家呢要充裕我们的国防，好强化我们的国安，但是对内呢也要有全民福利来支持人民的福利哈，所以我们全民福利啊，那这个顾立雄呢就要来跳。这民进党团的干事长钟嘉宾是热情的邀约着顾立雄一起来大跳福利舞。他说希望这样子的法案能够闯关通过。只不过呢，这个法案能不能获得蓝白支持，目前还不知道。但是宣传效果意味十足。好吧，345亿怎么回事啊？我先讲，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当时啊，民进党为了大罢免，有没有跳那个来怎么样哈？后来反正就跳成以后是历史工业，永久流传呢，是不是要继续这样跳？那345亿是怎么来？大家就说当时呢就是财划法。那财划法，因为它就是把它分配到各地方政府，那因为公事上的关系，所以呢它有一个345亿，现在留在国库，它现在还没有办法分配出去。但是事实上现在呢，在立法院里面，包含我们在野政党以及你看财政部也都在想说，今天要怎么样来修法，让这345亿可以把它分配出去。所以这345亿现在不是行政院的钱，它是要分配给地方政府的统筹款。当然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民进党在普发现金呢一个大翻车，所以现在还搞得这么难看，我觉得真的超级厚脸皮了，真的是厚脸皮最高示范的境界啊。那你想想看，当时我们提出普发现金1万块，这不是在做圣诞老公公。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因为去年我们的税收超征5380亿，好是史上最高，所以呢还税于民。那你今天跟人民征收了这么多钱，你还税于民，所以普发现金1万块。好，那个时候记不记得啊？什么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呐，天天做那个牌子啊，说我们是在什么毁宪呐、毁宪乱政呐，说我们再留子孙呐。然后沈伯洋说的，他说这是蓝白配合中共的穷台计划。好，把我们骂成这样，可是大罢免过后，他发现说，原来普发现金是人民要的东西，而且本来就有财源，我们不这样讲吗？因为税收超征的关系，所以呢，现在变成行政院发，那你好意思吗？现在呢，你要发就汇款呐，它还有一个备注，那个备注说行政院发。你真的你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当时把他骂成这个样子，现在要来做收割。那至于这个345亿就说我觉得你因为这个科目是不对的，然后我觉得这跳舞这是大家跳来好看很热闹，但是呢，政府的钱真的不是这样用法啦。我觉得这个跳舞真的是秀过头了啦哈。那而且拿这个345亿来说嘴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做一个专业的立法委员，必须要知道这345亿是什么钱哦。除了刚刚这个洪威讲的，这345亿当时就有在讲了嘛，因为在计算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公式错误。那公式错误其实该修改就去修改哦。那修改完了，这个是一样是统筹分配税款，而且里面有高达98%应该是离岛的，难道
道你要把离岛这个统筹分配税好像拿来就是跳舞，然后撒币嘛？我觉得这个是很无聊的一件事了哦。那当然，当时其实我们我们在立法院在谈说我们要还税于民的时候，不管那时候说我们是在留子孙也好，也说我们是掏空国库，也说这个是我们在配合中共先穷台再统一。其实什么样的话都因为我们争取这个还税于民，在大罢免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去来做文章。那现在呢，收割到不遗余力，不但做图卡，那么还要求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民意代表在他们的服务处都要去挂一个布条，说啊，我这边可以帮你服务，申请这1万块。我觉得这种大收割看着真的是瞠目结舌。亮君，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蓝白所修的财划法出现公示上面的争议，导致留下这个345亿哦。那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分配哦？我想立法院在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好好思考，就是过去的这个公示，你是要处理原本的法案呢，或者是345亿要怎么样再来去重分配？大家应该还是回归到钱的议题哦，预算要怎么样来去使用，真正能够照顾人民上面哦。那前面的这些修法，真的再一次修法，不要再这么粗糙了。我觉得就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哦。在刚刚委员他们特别讲到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要提了。但我觉得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人民要的是汇款到账，而不是你们的汇报抢功，这个是要注意的。同时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银行系统因为它的汇款入账被警示成金流异常，所以让民众钱汇进来，钱领不出去。那这个状况不就是告诉大家，行政院你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吗？对，我觉得民进党这件事情就太争功诿过了啦，因为呢，你不应该用嘴巴治国嘛，就你抢功劳抢成这个样子，然后有关于民立村，还有包括苏澳的这个什么分红道，你就是在诿过啊。前年该给的钱你说要给，后来没给，其实现在整个出状况了。民立村跟你说。